沈府被抄家，所有家眷都要被发配到北境杭州，全家上下哭成一片，而我却笑了。我走到宣旨官面前，问何时动身。他们不知道的是，3年后，那片人人避之不及的苦寒之地，会成为天下第一储粮之地。娘，别哭。爹，京城是死路，杭州才是生门。行了，上路。姐姐，我饿。忙不饿，你吃。是我害了你们。沈家从前多风光，现在连块饼都分不到。贵女有什么用？到了流放路上，还不是等死？想干什么？换半袋粗粮，1个破陶罐，1点火种。就这么个破玩意儿，想换半袋粮？这簪子是京城银楼的足银，购买3袋，大人给我半袋，已经赚了。你倒会算。姐姐，有粮了！志堂，那是你最后一件首饰。娘，没事的，首饰又不能吃。姐姐，这能吃吗？京城贵女饿疯了，开始挖草根吃。这是雪根，煮透能吃，能暖胃，但不能多吃。热的。姐姐，你吃的太少了。等到了杭州，你还我一顿饱饭。孩子，我的孩子没气儿了，谁来救救他？冻死了就拖远点，别挡路。沈姑娘，我看见你会煮热汤，求你救救我儿子。志堂，我们自身都难保。沈姑娘，求求你，只要能救他，我给你当牛做马。志堂，孩子可怜，能救我可以救，但不是白救。人命关天，你还讲条件？我若白给他1碗，下一刻就会有人来抢我半袋粮。流放路上，白送会引来抢夺，交换才是该有的规矩。我有针线，还有几块破布。够了。燕儿，把烧热的石头用破布包好，放在孩子脚边。娘，搓热孩子的手。娘，把这些缝成护手，明天赶路，手不冻僵才能背东西。燕儿，把绳子编成背带，明天娘若走不动，你背包袱。好，沈姑娘，以后你要我做什么，我就做什么。不用当牛做马，你会缝补就帮我缝护手，你孩子明天能走就帮我捡干柴。好，沈姑娘，我这里有半截麻绳，能换一点热汤吗？我会认药草，我能不能也跟着你？大家都是流放犯，他凭什么管我们？我不管你，你可以继续等官差多发你1块饼。愿意跟着我的，明天按本事换东西，会缝补的缝补，会找柴的找柴，力气大的背粮，眼神好的看路。想活下去，就别把自己当乞丐。上路！沈姑娘，今日我们听你安排，能活吗？我们一起努力，一定能活着到杭州。这帮人今日怎么不哭了？好像都听那个沈家姑娘的。一个罪臣女也敢在流放队里当老大？站住！包袱打开！打开。流放犯眷私藏粮食，胆子不小。这是我姐姐用银簪换的。到了流放路上，你们身上的东西都是官家的，银簪是官家的，粮也是官家的。求您留一点吧，孩子们还要吃。能不能活到杭州，看命。大人，若没这些粮，我们昨晚就有人冻死了。轮得到你说话？沈大小姐，你还想替他出头？大人押送我们到杭州，一共多少人？你问这个做什么？沈家上下27口，其他犯眷136人，加起来163人。押送文册上应该写得清楚。昨日第1夜已经冻倒3个，病倒5个。若今日没粮，明日最少死10人。杭州路远，若一路死上3成，大人到杭州怎么交差？流放路上死人很稀奇吗？不稀奇，但若死得太多，还少了官粮，那就稀奇了。你什么意思？大人昨日分粮，每人1块硬饼，
可按押送例，每名犯贱每日应有2块，少的那1块去哪儿了？文册上总要有个说法。大人拿走这半袋粮，我们拦不住。只是到了杭州，若有人还活着，总会有人记得这一路死了多少人，少了多少粮。沈家姑娘，嘴皮子倒利索，但你记住，路上能不能活，不只看粮，也看我心情。那就劳烦大人心情好些。沈姑娘，你连官差都敢顶撞，不是敢不敢，是我们不能没粮。知堂，你怎么知道押送粮例？爹以前在户部，我耳濡目染。一个罪臣女，竟然懂押送账。姐姐，这些粮还能撑几天？熬成热糊，老人孩子还能喝2口。可明日继续赶路，哪有时间日日生火？姐姐，你这是做饼？路上吃的。姐姐，这能吃吗？燕儿吃不下就别吃了，娘再想办法给你煮点热的。燕儿，现在最重要的是活命，好不好吃是活下来以后才有资格挑的事。明日路上不能只等官差发粮。都走快点儿！天黑前赶不到一抔，谁也别想歇。娘，贴着山壁走，别占风口。姐姐，前面是不是有人？是边军伤兵，估计巡边遇了雪崩。别管，赶路！那可是边军啊，就这么丢着。你想救，你背着走。萧景恒，北境少将军。萧少将军还在守城。只要萧将韩州就还没有谈。他死守韩州30日，最后因军粮断绝，战死城头。姐姐，怎么了？他们不能死。沈之堂，你又想管闲事儿？救不活的，少浪费粮。他们是北境军，那又怎样？我们要去韩州。韩州是谁的地界？大人不清楚吗？若他们死在你眼前，到了韩州，边军问起来，大人说自己没看到。妍儿，烧火，会缝补的把破布拿来，有热食的用布包好，放他们脚边。谁有干柴，换半碗肉。给你半炷香的时间。够了。知堂，这些你也会？寒地冻伤，不能一上来用猛火烤，会烂。军粮，你们是萧少将军的人。韩州粮草被劫，要报少将军。前世韩州断粮，果然不是天灾。姐姐，他说粮草被劫，记住，别声张。你是谁？流放犯卷，沈之堂。罪臣沈家的女儿。姐姐，那是我们明天路上的粮。人活着，粮才有用。慢点儿。这是你自己做的？是我做的。多谢姑娘救命。你若能回韩州，将今日之事告知萧少将军。姑娘知道少将军？去韩州的人，多少都听过少将军的名字。再替我带一句话。姑娘请说。请萧少将军务必来韩州找我，或许我可以解少将军燃眉之急。只要我能活着回去，务必将姑娘的话带到。多谢。沈之堂，你还真把自己当人物了。为了活命罢了。走。
姐姐，这就是韩州，怎么这么慌？沈家醉卷送到了。京城来的罪臣啊，城里没地方，你们去北坡旧屯屋住。前世牢狱里，爹临死前曾说过一句话：韩州若还有一条活路，就在北坡旧屯。那时我不懂，直到沈家满门死绝，我才从残卷里知道，北坡旧屯曾是韩州36军屯最早废弃的地方。大人，旧屋能住人吗？怎么不能住人？那屋前几年冻死过一家子，没人敢住，风一吹就跟哭似的。死人屋？有屋给你们住就不错了，醉卷还挑。多谢大人。只有这里，住不住随你们。志堂，我们真的要住死人屋吗？住。姐姐，那地方死过人。死人屋没人抢，没人抢的地方才方便活。这怎么住人？先收拾吧，总比露宿强。姐姐，这里晚上不会真的闹鬼吧？志堂，你找什么？看哪里能挡风，哪里能堆柴。我没有当众挖土，也没有撬开石渠，因为沈家刚到韩州，身边到处都是陌生眼睛。我现在太弱，弱到连一袋粮都买不起。若这个时候暴露旧渠，只会先把狼引来。姐姐，我们不是找柴吗？姐姐，那是什么？可能是旧屯留下的水槽。别声张，也别再挖。为什么？现在挖出来不是祸根。先活过今晚，再说渠。志堂，明日若买不到粮，我们怎么办？买不到就不买。韩州粮贵，可人总要吃饭，所以不能只盯着粮铺。你是不是早就知道北坡旧屯不简单？我不能把前世全说出来，只能说半个秘密。爹以前在户部的旧书里，我看过一张残图，上面写过韩州北坡旧屯曾有旧渠和均田。那是几十年前的旧制，后来水源断绝，军屯荒废，边军只能靠朝廷拨粮。水源真的断了吗？若不是断了，是有人不想让它通呢。志堂，这话不能乱说。所以我们现在什么都不说，什么都不挖。那我们什么时候动？等能保住他的人来。买到粮了吗？韩州粮食都被韩家把着，价钱高的惊人，我们买不起。姐姐又吃这个，先靠这些坚持几天。这东西真能顶住，能顶一日是一日。他们会来的。谁会来？志堂，这已经是最后几块了。姐姐，再买不到粮，我们怎么办？边兵怎么会来找我们？见过少将军。就是你救了我们的人，还让他带话，说能解少将军燃眉之急。我不敢说一定能解，但可以试。这是你做的？是。说说。粗粮、豆渣、野根碎，盐水压实，放在寒风里冻硬。现在做的粗，只能勉强顶饿。
确实不好吃，但现在最重要的是活命。料粗压得也不够稳，边角容易裂，分量不齐。听见没有？这也敢拿来见少将军？充其量只能算良坯，所以才请少将军来看。你想让我帮你把它做成真正能用的粮？我想请少将军给我2日。2日做什么？试料、定量、压模、验饱腹。若2日后做出来的冻粮饼还是不成，少将军可以当我今日什么都没说过。你要什么？粗粮、豆渣、盐，再要废木料、旧铁锅、破麻袋和20个暂时不能上战场的人。你要伤兵？伤兵也是人，不能上战场，不代表不能修渠、看火、搬石、做粮。你一开口就要粮、要物，还要20个伤兵，倒是不客气。少将军若不敢给，我也不强求。沈之堂，你要修渠？前世韩州城破，他是最后一个站在城墙上的人。我要修水渠。修水渠？北坡旧屯下面有废军屯渠口。谁告诉你的？父亲旧书里看过一张韩州残图，冻粮饼只能救急，水渠通，军屯活，韩州才不会永远被粮商掐着脖子。你凭什么觉得我会帮你？因为少将军比任何人都清楚，韩州不能一直等京城拨粮。我不会一开始就给你20人，10名伤兵，2日物资，2日内你若做不出300块能用的冻粮饼，人和料全部收回。少将军，这样稳妥。好，可以。若你做到了，少将军再给我10人，允许我修水渠。你还想着修水渠？冻粮饼只能救急，水渠才是长久活路。好，2日后我来验粮。我等少将军。 2日内300块冻粮饼，做不到，人和料全部收回。可以。沈姑娘，人给你带来了。少将军说了，2日300块冻粮饼，做不到，人和料都收回。够了。我们在战场上杀敌，不是来给罪臣女压石头饼的。我姐姐是在帮你们做粮饼。粮饼？就那硌牙玩意儿？你腿伤，不能久站，但手臂有力，适合看火压饼。你左手伤，右手稳，适合切根料。你眼神好，负责看料。你肩伤未愈，不能搬重物，负责技术。你咳得厉害，不进风口，去屋内守锅。你凭什么安排我们？凭你们现在回不了战场。你们若想在这里怨自己没用，可以坐着；若想让前线兄弟吃上粮，就按我说的做。你说我们有用？只要肯动，就有用。今日你们压出来的每一块饼，都会进巡边士兵的粮袋。你们不能上城杀敌，但能让杀敌的人活着回来。听他安排。收获了一场又一场，而我们何时发芽？320块，姐姐说多做20块，防路上损耗。少将军，分量足，若配热水，一人1日2块，确实能顶1天。你让他们服你了？没有，我只是让他们知道自己还没废。少将军，属下愿继续留在北坡。属下也愿意说，修渠也是救韩州。你还要什么？我要补齐20人，修水渠。沈姑娘，少将军给你人和料，是为了做粮饼，不是让你折腾废渠。冻粮饼只能救急，韩州若永远靠韩家的粮和朝廷拨粮，少将军永远会被人掐住喉咙。水渠通，军屯活，
军屯活，边军粮稳，边军粮稳，韩家和京城那些人才不能拿粮逼你低头。沈之堂，你到底图什么？我图韩州活下来。副将，再给他10人，留下10人护粮，10人修渠。少将军，他过了验粮，照约定办。多谢少将军。10人继续做栋梁饼，10人清后院动土。姐姐，现在能挖了。现在有人能护住他了。志堂，已修渠，我查旧账。韩州军屯荒废多年，账上一定有痕迹。爹，韩家粮路也要一起查。我明白。真有渠，小声。今日只清这一段，不许外传。那年仲夏，你背上行囊里路开疆，古道旁，我与月来相携。掌柜的，不好了！沈家不是在挖菜窖，他在修水泊旧屯下面，真有旧渠。求菩萨保佑我俩。难怪他不买粮，那条渠不能通。第一组清雪，第2组搬石，第3组修屋，第4组继续做栋梁饼。我们真要听他挖泥，少将军都发话了。可我们是兵，不是泥瓦匠。你若觉得搬石丢人，可以去风口站着，等韩州断粮，前线兄弟饿着肚子守城，你再告诉他们，你嫌羞愧丢人。这条渠一旦通水，明春就能种第一批耐寒菜，菜能喂人，根能喂牲口，牲口能拉粮。你们今日搬的不是石头，是韩州的命。姐姐，我也搬。你力气小，去计数。每车石头，每捆柴，每锅粮都要计清。计数也算干活？账乱，粮就乱；粮乱，人就乱。北坡军屯荒废的蹊跷，韩家粮价涨得也蹊跷。志堂在外面修渠，我总得替他把账理出来。累死累活，就挖出这么点儿，真能有用？这是做什么？让屋子暖起来。热的，我腿上这么久，第一次没被冻醒。今日做工的人都有热汤。沈姑娘，你怎么知道这么多？因为我不想死。你们也不想。他们原本以为自己是被少将军优来做苦力的废人，可这一夜，他们第一次觉得自己还能做成事。这么早？昨日那段渠挖得太慢，我们商量了一下，今日分2队，一队挖渠，一队搬石，这样快些。我们自己。好。沈姑娘，今日修哪段渠？真的能通水吗？旧渠多年未用，若上游堵死，恐怕……开闸！我就说吧，韩州这地儿种不出东西，折腾这么多天，还不是白忙。沈姑娘，韩州的水可不是你想饮就能饮来的。姐姐有水了！真的通了！真的通了！今日只是第一段，渠能通，地就能行。沈姑娘，这地真能种粮？现在还不能种粮。听见没有？他自己都说不能种粮，但能先种耐寒菜。菜根能吃，叶能熬汤，余下的还能喂牲口。只要第1茬活下来，韩州就有第2茬、第3茬。我们也能种？能，只要愿意出力修渠，就能分到一球示种地。
姐姐，他们真能活吗？只要不被人破坏，就能活。你是说韩家会动手？他一定会。夜里带阿茂，把灰撒在渠边和田廊外，别惊动任何人。脚印。韩掌柜不怕我修渠，他怕韩州人看见渠能活，所以他今晚必须毁。掌柜说了，把渠口挖断，苗全采烂，让那罪臣女知道，韩州不是他能撒野的地方。现在抓吗？别急，要等他们动手。怎么会这样？是谁干的？姐姐，我看见了。姐姐，渠被人毁了，但我看见是谁干的。这可是大家忙了好几日才修好的。我去找韩家算账。现在去，韩长官只会说我们污蔑。那就这么忍了？看清了吗？是韩家粮铺的2个伙计，他们半夜来的，挖断渠口，还采了田，我也看见了。只有人证还不够，韩掌柜定会说你们认错人。所以不只要人证。这是他们跑的时候掉的。韩家粮铺的腰牌。够了。知堂，我查到韩家这几年给官仓供粮的数目对不上。先收好，现在还不是用的时候。现在去抓人？不，让他们自己来。哎呀，沈姑娘，这是怎么了？昨日还通水，今日就毁成这样。我早说过，韩州这地方种不出粮，沈姑娘偏不信。现在好了，白忙一场。是不是老天不让种啊？这渠刚通就毁，确实不吉利。沈姑娘，韩某昨日的话还算数。你若愿意把旧屋和废渠让出来，那车粮仍旧给你。就是你让人毁的。小孩子说话要有证据。沈姑娘，你不说两句？韩掌柜说的对，说话要有证据。把东西拿来。这是昨夜在渠边捡到的韩家粮铺腰牌，韩掌柜认得吗？韩州仿牌多的是，谁知道是不是你们伪造的？一个腰牌不够，昨夜我让人在渠边撒了草木灰，毁渠的人来过，鞋底必沾灰，灰混着湿泥会留下印。这个脚印鞋底有3颗铁钉，左脚外侧缺一块。抬脚。沈之堂，你敢搜我的人？他毁的是北坡军屯旧渠，少将军军拨了伤兵修渠，毁渠就是毁军务，搜不得吗？这是韩家的人，他们为什么要毁渠？一个伙计私下胡闹，与韩家无关。还有一个。掌柜饶命！沈姑娘饶命！是掌柜让我们来的。他说只要毁了渠，韩州人就还得买韩家的粮。闭嘴！原来他是怕我们种出粮。这些年粮价这么贵，是韩家在卡我们脖子啊！韩掌柜，你昨日说韩州种不出粮，可你半夜派人毁渠，恰恰证明你知道韩州能种粮。韩掌柜，毁军屯旧渠，扰边军屯田，你可知罪？少将军，此事误会，都是伙计拿下！拿下！你早知道他会来毁渠，他比任何人都清楚，这条渠一通，韩州就不必只吃韩家的粮。韩州不是种不出粮，是有人不想让你们种出粮。渠毁了，我们再修。对，再修。沈姑娘，修渠算我一个，我也来。你不是不信韩州能种粮，你是怕韩州能种粮。这些年韩家粮价一涨再涨，我们还以为真是韩州不长粮，原来不是天不让我们活，是有人不让我们活。前年我孙子饿死的时候，你韩家粮仓里是不是还有粮？老东西，少血口喷人！韩掌柜，当着本将的面还想威胁百姓？少将军，此事确实是韩某管教不严，2个伙计私自动手，韩某愿意赔偿。怎么赔？
损坏多少渠，韩家出钱修；踩坏多少地，韩家赔种子。不够。沈姑娘，做人留一线。毁渠的时候，韩掌柜没给韩州百姓留一线。你毁的不是我沈家的渠，是韩州人的活路。赔修渠钱赔种子只是赔物。那你还想要什么？我要韩家当众承认，北坡旧渠能通，北坡军屯可示众。少将军，毁军屯旧渠，扰边军屯田，按军令该如何处置？轻则杖责，重则下狱。若查出勾结外敌，扰乱军粮，斩。韩掌柜，你选。韩家愿赔修渠银200两，耐寒菜种50，工具30套。还有呢？北坡旧渠确能通水，北坡军屯可示众。听见没有？韩掌柜自己承认能种，那我们是不是不用年年买高价粮了？韩州还有救啊！赔偿3日内送到北坡，少一件我就把今日的事写成状纸，贴遍韩州城。沈姑娘，好本事！比不上韩掌柜，断人活路还能笑着卖粮。韩掌柜，从今天起，韩州人会知道，韩家的粮不是唯一的粮。沈之堂，你会后悔的。我来韩州第一天就没打算让你高兴。明日继续修渠，愿意来的按工计名，修满3日分一条市中地。沈姑娘，我们不是不想种，可若韩家以后不卖粮给我们怎么办？所以更要种。你们今日怕韩家断粮，所以不敢修渠。明日韩家还会用粮价逼你们交地、交人、交命。我老了，挖不动渠，但我会编草绳，能不能算我一个？我会缝粮带，也能做饭，算。我能跑腿，也算。他看着这些本来冷漠观望的韩州百姓，第一次真正明白，女儿要做的不是救沈家，他是在把整座韩州起来。少将军，这沈姑娘是真能聚人心，所以更要看清她。你还不信她？我信她想救韩州，但我还不知道她为什么这么懂韩州。沈家还没死，不但没死，沈家女沈之堂还和北京少将军搭上线了。韩掌柜传信说他似乎知道韩州旧军屯的事，他怎么会知道？沈之汉若真查下去，大人要不要让韩家直接动手？韩家不是已经动手了吗？结果呢？蠢货只会把刀递到别人手里。那大人的意思是，韩真州古韩最怕断粮，更怕边患。告诉韩家别再碰明面上的渠，要动就动他身后的沈家人。沈承安查账，林氏软弱，沈燕年幼，随便哪一个出事，沈之和都会乱。再传信给北狄那边，韩州若真要屯田，他们也该急了。是。沈之堂，你能在流放路上活下来，不代表你能在韩州站稳。沈燕，今日来了好多人。别乱跑，先记名。姐姐说账不能乱。老弱编草绳缝粮带，能走远的去拾柴，力气大的清渠搬石，会木工的修水闸。好，知道了，还去。今日谁也别偷懒，少搬一个木桩，晚上就少一碗热汤。这北坡的人怎么越来越多了？掌柜说了，先别动渠，盯沈家人。韩州官仓每年账上都有拨粮，可实际到军中的数量少了30%。韩家供粮价比市价高出1倍，可军中仍旧断粮。赵元礼，阿进呢？他不是在渠边计数吗？沈伯伯，沈燕刚才去后坡取木牌，到现在还没回来。你们是谁？小少爷，别怕，我们不杀你，只请你姐姐停手。那就看他舍不舍得你这个弟弟。我姐姐不会听你们的。
沈姑娘的弟弟问过我们没有？伤到哪儿了？没事，就是摔了一下。姐姐，名册没丢。以后遇到这种事，木牌丢了就丢了，人先跑。可你说账不能乱，账乱了能重记，人没了就什么都没了。我知道了。抓到一个。韩家的人，你得罪的人可不止韩家，知堂，赵元礼也在里面。韩州军粮亏空，迁到京城户部。赵元礼当年经手过北境伯良，果然，前世沈家被抄，不只是因为他得罪权贵，是有人怕他查到账。人交给我。少将军，韩家不是最后一个。我知道，从今日起，北坡旧屯设边军巡哨。多谢。你查到了什么？韩州断粮，不是因为地不生粮，也不是因为朝廷没拨粮，是有人把粮路掐断了。你想怎么做？修渠、屯田、做粮饼、查旧账，一样都不能停。他们越急，越说明我们走对了。我给你人。石斑石补土。我在韩州活了60年，第一次觉得这地还能给人活路。这只是开始。韩家被抓了2个伙计，赵元礼也动了杀心，你还敢继续？我若停，他们就赢了。你不怕？怕，但我更怕韩州再死一次。少将军，北坡旧渠只是第一段，若想真正救韩州，还要查36军屯。你想把整个韩州军屯翻出来？不是想，是必须。拿着它，北坡范围内边军会护你。多谢少将军。别谢太早，你要查36军屯，动的就不只是韩家，是整个北境粮路。那就从北坡开始，一段一段修，一笔一笔查。沈姑娘，水又通了一截。少将军，您真要陪他赌？不是陪他赌，是韩州终于有了赢的机会。姓名、家中几口人，会什么手艺？我姓刘，会缝补也会晒菜干。记下，明日去林氏那边领针线。做工的人先喝，老人孩子后面还有。姐姐，今日又来了27人。先按工种分，不要都去挖渠。会缝补的做粮袋，会木工的修闸，腿脚快的去拾柴。知道了，都听见没有？别一窝蜂往渠里挤。沈姑娘说了，活分开干，饭才不会乱。谁是沈之堂？我是。有人举报北坡旧屯私占官地，聚众私修水渠，扰乱韩州粮价。奉州衙令，今日起，北坡旧屯停止修渠散渠。这是我们这项重点菜，怎么就扰乱粮价了？诸位别急，官府也是为了你们好。韩州地寒胡乱种东西，污了生计不说，还韩掌柜怕的到底是坏规矩，还是坏你的粮价？放肆！官府办事，轮得到你一个伤兵插嘴？大人说北坡私占官地，可有地契和官册？你一个罪臣女，还敢问官府要册子？若无官册，如何证明北坡不是废军屯？沈姑娘，别强词夺理了。你聚众修渠，弄得韩州粮食不稳，百姓人心惶动，这就是罪。韩掌柜所谓粮食不稳，是指百姓不愿再买高价粮吗？就是谁愿意一直买高价粮啊？少废话！来人，把水闸拆了！谁敢动？反了！一群罪懦流民，还敢抗命！沈姑娘，我早说过，你会后悔。韩州不是你能说了算的地方。韩州也不是韩家说了算。
谁要拆军屯水闸？少将军，这北坡旧屯聚众私修水渠，州衙命下官来查。北坡旧屯是废军屯，修渠归边军管。可州衙何时能越过边军？韩州36军屯旧册，北坡排第7，虽然荒废多年，但军屯籍未除，渠口未废，仍属边军屯田旧地。这册子不知是真是假。有旧户部旗凤印，也有韩州边军旧印。韩掌柜若不认，可以请州衙和边军共同验。少将军，印是真的。原来北坡真是军屯，那韩家凭什么不让修？大人现在还要拆水闸吗？擅拆军屯屯水闸，按扰乱纲务处置。既然是误会，那韩某先告辞。韩掌柜急什么？你昨日毁渠，今日又借州衙拆闸，韩家这么怕北坡军屯复起，是怕百姓种出粮，还是怕旧账被翻出来？沈姑娘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说。韩家这些年给官仓公粮，账面数额与军中实收对不上，还有几笔拨粮，明明写着入了北坡旧屯，可北坡早已荒废多年。韩掌柜，这账你解释一下。旧账多年，沈承安又是罪臣，他的话怎么能信？所以我没让你现在认。少将军，请封韩家粮账，查韩州官仓。你敢！副将，带人去韩家粮铺，所有账册粮仓一律封书。是。萧景恒，你无权查韩家。韩家若只做粮商，我懒得查；可韩家牵扯军粮，就归边军查。查，必须查！我孙子不能白饿死。池塘，后面恐怕更危险。可水已经流出来了，谁也堵不回去了。韩家不是说无粮可卖吗？副将，这里有官仓公粮账，还有几封京城来信。立刻送少将军。姐姐，韩家是不是完了？没那么快。为什么？证据不是都有了吗？韩家只是韩州的手，真正掐住粮路的人还在京城。那我们怎么办？继续修渠，只要地里长出东西，韩州人就不会再轻易被梁家下去。先喝口热的吧。娘，这个长大了真的能吃吗？能，沈姑娘说能，就一定能。前世韩州死在断粮里，这一世我要他从一条水渠开始活过来。沈之堂，你猜的没错，韩家背后有人。赵元礼，你认识？沈家被抄，他也出了力。那你更不能停，你停了他就赢了。是。修渠，修渠，活下去！韩州守城得胜，沈之堂筹粮有功，被迫屯供军粮案，6百全都护着沈之堂。萧景恒又把证据送去了北京营总府和御史台，下官实在无法当众拿人。一个罪臣女，竟能让韩州全城护她，沈之涵不能留，韩州军屯更不能复。